美军侦察机在过去的1月频繁飞抵中国周边，总架次数超过了60架。美军的真实意图和绕飞的具体情况如何？一起来详细了解。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期，美军继续派遣军舰、飞机高强度围绕中国周边海域、空域进行侦察行动。仅在6月，美军针对中国派遣侦察军机超过60架次，相比整个5月份，美军机的侦察次数大幅度增加。虎妞认为，可能是和近期的福建号航母下水和南海某海军基地的新建干船坞有关。上月，我国第一艘8万吨级航母福建号正式下水，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而早在福建号建造期间，美军就调集了包括卫星和军机等一系列手段窥探福建舰。早在建造福建号之初，美国的侦察卫星不止一次地拍摄到了分段建造福建号的卫星图像。此后基本隔三差五，美媒都会定期更新在船坞建造的福建号卫星照片。最明显的是在上月中旬，距离福建号航母下水前2天，美军迅速派遣了一架 PC-135V 侦察机，从冲绳军事基地起飞，直飞上海附近海域，在福建号以东上百公里以外的空域连续盘旋4个多小时后便返航。而在航母下水的几天后，美军便迫不及待地再次派遣侦察机进行近距离侦察，动作愈发愈激进。这次美军派遣的是一架 P-8A 反舰巡逻机，从冲绳基地起飞后，一路南下闯入我防空识别区，然后从北向南沿中国海岸线巡航，到达台海附近则继续折返飞行，到长江口附近进行侦察行动。虎妞认为 P-8A 在长江口的侦察行动就是为了窥探福建号航母。P-8A 是美国的先进大型反潜巡逻机，同样具有先进的侦察能力，其机头内部安装有大型的合成孔径侦察雷达，机腹同样有光电侦察系统。根据网上曝光的 P-8A 的飞行轨迹可知， P-8A 把机头对准了福建号航母的方位，看来是想试试能不能窥探出福建号航母的图像特征和雷达信号。如果 P-8A 可以探测出福建号航母的雷达信号特征及其他情报，对于美军进一步研究福建号的性能特征是有帮助的。不过，虎妞认为这种做法能够起多大的成效，仍旧是一个未知数。福建号航母进行下水仪式出港首航后，就一直停泊在码头进行西装工作，这是福建号面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西装这个过程就像是在一座毛坯房内部进行装修。现在福建号的船体要进行相应的西装工作，如在船体上安装通风、电器、武器、设备、管线等重要设备。因此，福建号一段时间内还得在港口内待着。在这种情况下 ，P-8A 的侦察行动取得的成效着实不大。毕竟，机头的合成孔径雷达功率再大，港口附近的建筑物和杂波足以屏蔽其对航母的侦察。不光是福建号最近一段时间内被美军机反复抵近侦察，海南的某海军基地的航母船坞注水后，也是受到了美国卫星和军机的重点关注。美媒认为，根据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南海建设了大型的航母维护基地。这个干船坞容量巨大，不光是可以轻松停靠8万吨级的福建舰，即便是排水量10万吨的超级核动力航母，也可以进行停靠和维护的工作。在海南建设的大型干船坞，可以确保解放军随时随地在南海部署航母，不会像以前那样还得往返上海和大连的船厂进行维护作业，可以使解放军海军航母舰队具有全天候的反应能力，应对南海地区的各种突发事件。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坐视美军频频派遣军机，对我国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置之不理。中国的卫星很快就对美军在这1个月近乎疯狂的侦察行动进行了回礼。根据美媒的报道，中国的齐鲁卫星掠过美国东海岸的美海军诺福克港海军基地上空时，对该基地拍摄了高清的照片。齐鲁号是中国的星式高分辨率卫星，分辨精度高达 0.5 米。基地停泊的2艘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一样被中国卫星拍摄得一清二楚。因此，
别看美军动不动在中国家门口进行侦察行动，我们同样有能力侦察美国本土的任何一座军事设施。毕竟来而不往非礼也，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做事原则。